卖诗的，白天吹牛说有能让花魁投怀送抱的绝诗，写出来了没？今晚要是见不着花魁，本少爷便摘了你的脑袋。嘿嘿，赵公子，我这可是能迷倒万千少女的诗仙所作的清平调，只待那花魁瞧了眼，保得您满意。哼，算你识相，快速速呈给百花楼的如烟娘子。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好文采，又是一首绝世佳句。主子，此诗是兵部尚书之子赵景睿花100两纹银从那街边布衣手中所得。堂堂兵部尚书嫡子，竟胸无点墨，连风月诗句都要沿街购买，我大禹江山还有何指望？主子息怒。栋梁之子尽是草包，楚军接连惨死，我大禹江山担忧也。收好此诗，朕倒要瞧瞧，能接连写出这等惊世佳句的市井布衣，到底是何方神圣？少爷，花魁丫鬟说是根本没见到什么绝诗，如烟娘子还骂您附庸文雅，你闭门谢客了。什么？你这招摇撞骗的狗东西，竟敢拿假名头骗钱，害本少爷沦为全京城的笑柄！不能啊，那诗拿出来绝对嘎嘎乱杀，怎么可能会闭门不见？还嘴硬！来人，把这死骗子锁了，押入大理寺死牢！哎呦，少爷饶命啊！我就是个卖字画谋生的可怜人呐！大人，冤枉啊！小的冤枉啊！冤枉啊！小的冤枉啊！进去吧你！奇了怪了，李白的清平调那可是穿越者撩妹神句，怎么在这个大禹朝就不管用了？难道是老子把云想衣裳写成想衣堂了？不能啊，好香啊！我操！喂，老头，你手上的烧鸡不对，你手上的字哪来的？抢的。老头，你都这把年纪了，还出来抢劫啊？那可是老子的字啊，足足100两银子的买卖啊！原来这首绝句是你写的，字迹狂放，文采惊艳。可惜不过是吹捧红颜之作，难登大雅之堂。你这老头，看不上你别抢啊！你看这整的，无端受着牢狱之灾。老朽倒是好奇了。如你这般满腹经纶的年轻人，为何不去科考功名？功名？去给那帮脑满肠肥的世家权贵当狗吗？老子就算饿死了，也不去受那份窝囊气。年轻人，休要偏激。当今圣上广开言路，求贤若渴。我大禹朝如今四海升平，正是你这等才子大展宏图的太平盛世。太平盛世，老头，你几个菜喝成了这样？脑子进泔水了吧？你笑什么？莫非老朽说错了？你当然错了，错得离谱。这叫什么狗屁太平盛世？你只看到京城上元佳节的漫天烟火，你看到城墙外一子而食的流民了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地方藩王手握重兵，听调不听宣；世家权贵掌控科考仕途，寒门或平民总使才高八斗，也只能给世家子弟提鞋。你一介市井乞丐懂什么国事？我看得清世事兴衰规律。眼下王朝表面繁荣热闹，内里早已隐患重重，积弊深重。如今局面尚能安稳，全依仗那老皇维系支撑。你信不信？只要那个老皇帝一咽气，大禹朝必然天下大乱。到时候群狼食虎，今天高高在上的权贵，全得变成挂在城墙上的腊肉。满口狂言！你这市井狂徒，莫不是还想要造反？造反？老头，你格局小了。我格局小，造反如何？不造反又如何？兴百姓苦，亡亦是百姓苦。就算我今天就带头把大禹朝给掀了，那也不过是换个新皇帝做龙椅。这100年之后，照样会长出新一批的吸血世家，王朝更迭，也不过是换个姓的旧轮回罢了。不过是换个姓氏的轮回罢了。换个姓氏，那依你之见，此局该何解？兵器和技术的变革都只是术。真正能打破轮回的是思潮的变革。思潮变革，
得把大禹朝那些掌握资源的权贵二代、藩王质子全都抓过来，敲碎他们的脑壳，把里头那些吃人的腐朽规矩全挖出来，扔进粪坑，重组他们的思想。这才是真正的屠龙术。朕自登基以来36载，与世家名望周旋多年，杀了一个又一个世家家主，杀其手不如乱其心，掰正他们的接班人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亦是朕想寻求的破局之法。大言不惭！你这套诛心之论若是传出去，满朝文武能把你生吞活剥了。你现在都泥菩萨过江了，还妄图去想敲碎那些权贵二代的脑壳？哈哈，那倒不用您费心。哼哼，相逢即是缘，看你尚有几分才情，老夫在朝野中还有几分薄面。你若肯低头求我，老夫倒是有办法让你走出这死牢。老头，你都这把岁数了，吹牛都没交过税吧？就你这样还保我出去？我告诉你，只要微我50文，我也有办法让你从这大门走出去，你信不信？哼，荒谬！此乃天子脚下的大理寺死牢，你当是你自家菜园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只要我想走，这破铁栅栏连个屁都算不上。老头，商量个事儿呗。何事？你家可有尚未婚配或离异的女儿？长相如何？脾气暴不暴？要是我放你出去，你把她许配给我当媳妇儿，咱俩凑合结个亲家咋样？好，好，好！黄口小儿，你想的倒是美。朕乃当今天子，只要朕不开口，这天下谁敢放你？别管我想的如何，老头，你且说你答不答应认我这姑爷呗？你若是走不出去，这又当如何？那我这条烂命随你处置喽。好，一言为定。朕倒要看看是谁敢。主上，属下救驾来迟，800死士已围住大理寺，请主上出狱。老头，你刚才说啥？你走不走啊？过了这村可没这个店喽。我不走。切，糟老头子，不识好人心。现在时机未到，莫要节外生枝，不过是一桩误会罢了。我并未报应，过几天自然会放出去。不过既然这刀已出鞘，那你们便将这牢里该杀的杀，该放的放了。手下有这等汉族，为何在街上还要刻意忍让那个嚣张跋扈的纨绔子弟？你若想，甚至还可当街杀了他。哎，你就别管这些了，拿钱办事。我答应帮他撩花魁没办到，害他丢了面子，挨点揍吃点苦头是应该的，这是江湖规矩。就因为这个？不然呢？但这打可以挨，钱是万万不能退的。此子身怀先天力，却守市井规，洞悉兴亡局，人怀离人心。可惜身怀屠龙术，却独缺入局名。朕便赐你名分，赐你重锤，去砸烂世家的根。圣旨到，察布衣萧晨，胸有丘壑，诗才无双，兹特授萧晨国子监黄字堂学政，加御前侍读衔，专司黄字堂管教，一应学务皆可自觉，如朕亲临。特赐免死金牌一面，御赐戒指一把。圣旨？啥玩意儿就诗才无双，国子监学政了？萧大人，陛下口谕说，您既然觉得能敲碎权贵子弟的脑壳，那便赐您一把锤子，去国子监敲敲看。哦，对了，陛下还说了。说了什么？说您那100两的卖诗钱，便全当是您修缮死牢的费用。我操！昨晚那抠脚老头居然是皇上，那他竟然……萧大人慎言，慎言啊！这老狐狸，老子龙袍都快绣好了，还敢拿我当枪使，有意思。正好我谋划5年的造反大计，正缺个明面上的挡箭牌。主上，12时辰内查清国祖监黄字堂学员的家事、黑料、私癖，连3围胎记都不能漏。遵命。昨晚那骗钱的乞丐，这会儿估计在死牢里连骨头渣都不剩了吧？敢骗我，老子让他下辈子投胎都不敢认字儿。像那等贱民敢惹少爷，就是活腻歪了。哎，听说今天我皇字酒堂又有新来的夫子任教，礼物可曾备好？少爷放心，一切皆已备好。好，好，好。
倒要看看这个倒霉鬼能撑多久，竟敢管我倒啊！哟，赵公子，早啊，吃了吗？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在死牢吗？牢里伙食太差了，我就出来了呗。大胆狂徒，竟敢越狱，还敢偷穿朝廷命官的衣服！来人，给我拿下！你敢打我！家父赵山河，当朝兵部尚书，睁大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老子现在是正四品学正，皇上钦点的皇字堂学正，打你！老子打的就是你不尊师重道！小王八蛋，别说老子用御赐戒尺抽你，你老子还得谢罪。就说我把你那些风流事随便往你娘那儿一说，别！放心，我不会欺负好孩子的。来，先叫声夫子听听。夫子，哎，乖，去把地扫了。皇上御赐又如何？敢到我皇字堂撒野，我那帮同窗都不是善茬。又来个送死的，上个叫酒堂的，才半天就被抬去太医院了。酒堂里可全是顶级纨绔或藩王之子，这年轻人估计连半个时辰都撑不住。哎，这些可都是老子玩剩下的。就这点手段了，我还以为能有点惊喜。这个味道是号召，号召，又送走一个！这个烟花炮仗可是皇室特供，他死定了！就这，听个响都不够。怎么可能？你居然能用帽子压住火雷？你这手速和力气还是人吗？本想以普通夫子的身份跟你们相处，换来的却是暗算和疏远。行，我不装了。来，点名，内阁首辅孙女江芷若。敢问夫子有何指教？喜好是窝在被窝里看书，这是什么嗜好？那又怎？哦，原来如此，是禁书啊，藏在床榻夹层里。霸道王爷俏书生，铁血将军独宠病娇9000岁。闭嘴，别说了。冷若冰霜的江大才女，私下竟还看那种禁书？肃静。好了，让我认识下一个同学，寒门大才子苏寒。我苏寒两袖清风，行得正，坐得端，休想污蔑我。是，你清高，你了不起。你为了赚50文钱去给春风楼老鸨代笔杂书，男主名字还全用的天字堂精英学子。你那笔名京城第一深情在平康坊，那可是如雷贯耳啊！第一深情，偶像就在我身边啊！失敬失敬。生活不易，生活不易呀！苏家列祖列宗在上，我小子苏寒脏了。够了！中原有句古话，士可杀不可辱。你若是个男人，就和我出去单挑。哟，好个凶悍的北蛮汉子！士可杀不可辱，可谁知道咱们堂堂北蛮王子竟还是个猫控呢？喵喵喵！长生天在上，护佑狼族勇士！竟敢不躲！看来你还没忘记自己身为北蛮质子的身份啊！喵喵喵！混蛋！要是在草原上，我肯定会杀了你喂狼！叽里咕噜说啥呢？我偷袭！我的眼睛！你耍诈！耍诈！我刚才都站着让你打了，小喵喵！都给老子听好了，老子叫萧晨，你们的夫子。从现在起，我的规矩就是皇字亭里唯一的规矩。谁要再敢当刺头，后果自负。严监城，那个新来的萧晨就是个疯子，他不仅打我，里面还传来爆炸声，他肯定是又在滥用私刑。反了反了，竟敢在国子监行凶！快，随老夫破门拿下这狂徒！监城大人，那毕竟是皇字堂，说不得又是学子顽劣。学子顽劣些又如何？若是这帮世家子真有个好歹，你我都讨不得好。那新来的憨子，若真敢动我国子监学子，老夫干死他！古人有云：“半部《论语》治天下，下半部《论语》震八方。”
正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这句话当何解？你来答。我吗？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若是举止不庄重，就没有威严。错。孔夫子所言的君子不重则不威，意思是，身为君子，一定要下重手，不然就树立不了威信。这成何体统？你们在干什么？没干嘛，正教孩子们《论语》呢，对吧？对，夫子教导的是我们爱《论语》，《论语》好啊，论的就是语。就如此乖巧好学，这还是那个满堂玩泪的黄字堂吗？诸位同僚，惊扰课堂，可有要事？没事，在下严嵩礼，乃国子监监臣，主掌监规律例。我等听闻你学子所言，前来探看看。看来是闹了一桩误会，还请萧学正见谅，我等先行告退。我前面说什么来着？学堂是一个集体，若有一人犯错，赵景睿，我怎么了？不言世子，我们这么多人，何须怕他一个？诸位同窗们，且随我一起抄家伙干他！唉，我说景睿啊，你可长点心吧。完了，我们黄字堂都完了。哟，这不是走后门空降的萧学正吗？听闻你上课连四书五经都不翻，真是贻笑大方。书都在肚子里，翻出来能当扇子扇风啊！一个毫无根基的草根，配上酒堂这群烂泥扶不上墙的废柴，真是一丘之貉。我大禹国子监100年的清誉，全都败在你们手里了。你粗鄙狂徒，竟敢殴打同僚，为人师表！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老子告诉你，我也曾是滩烂泥，但有人教过我，烂泥虽不成栋梁，却可肥田，可烧瓦，可护花。哪怕是烂泥，也有它的用处。你身为夫子，不思义才吃教，你凭什么断言他们就是废物？简直不可理喻！走着瞧。这夫子倒与其他夫子不同。有何不同？不过是个出身市井的鲁莽粗俗的卑贱小人，也不知是从哪儿得来的小道消息，用来拿捏我等。就算我等暂且容让他，这国子监也绝容不下他。对，我此前瞧他便是个在街头摆摊卖诗行骗的卑贱之徒，许是他耍了什么手段，诓骗了皇上，才谋得这份官职。他卖诗行骗，就他那等有辱斯文的粗俗之辈还作诗，就连基本的平仄声韵对仗都不齐吧？哪个傻子会信他的鬼话受骗？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夫子确实算有几分诗才。我虽不通诗词，但也能听出几分好坏。我倒知道他写的几首诗句，那什么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竟还有如此妙语。这等诗词，当真是那市井莽夫所醉。若非是天仙下凡，何等女子能单此美语？那当然，都是老子当着面看他写的，得要一首100两呢。但他就是个骗子，明说花魁瞧见了，定会夹道相迎。恐怕此言非虚。可惜诗词一道，我见解浅薄，倒不知江大才女如何看。可还有那莽夫所作的其他诗词，快，速速和我说来，你快说呀！沉鱼落雁鸟惊轩，起手蛾眉，巧笑倩兮。绣线燕比花娇，玉颜燕比春红。雪肌玉骨自生光，不染凡尘半点妆。眉蹙远山青黛色，眸凝秋水夜星芒。琼鼻潭口天然秀，云鬓花颜绝世芳。这破地方连个正经茅厕都没有。爽！当徒子！气死老子了！这破玩意还不好使了还！凶婆娘蛮不讲理，占了便宜还得寸进尺，要不是老子理亏，老子非得……你笑什么呢？禀夫子，你看错了，我们是受过严格管教的世家子弟，一般不会笑扑，除非忍不住随地如厕惊扰公主，可真有你的！泥腿子不愧是泥腿子！好，都乐意看老子笑话是吧？张口闭口泥腿子，老子还没笑你们被人骂作烂泥扶不上脚，还不知羞回击。下午没别的课，全体都有去城外烂泥沟挖泥，明早每人交一份烂泥用途的实物作业，交不出来后果自负。夫子不做人，竟迁怒我等挖烂泥。大家都家长讲，这可能不强大呀！周思业，庶子狂妄，
我儿千金之躯，你竟让他去城外挖臭水沟！今日必须严惩那误人子弟的刁民！司业大人明鉴，我孙女的手是用来抚琴作诗的，岂容她如此折辱？国子监如何能容下此寮为人师者？诸位大人冷静，冷静啊！萧学正身负皇命，初来乍到，行事草莽，我已将其种种记录在案，上奏陛下定夺。但陛下此前盛言，皇子堂全以萧学正管教为首，我等也不好干涉课业。即是说，周思义周大人是要包庇此妖？那人即是学政之职，亦是国子监治下。既然国子监管教不力，就是不敢，只是萧学正皇命在身，如今的皇字堂实属特例。同为国子监学子，何来特例一说？我看尔等就是故意包庇，监管失职。这么热闹，喊我来何事？你便是萧晨。好得很。此等嗜讲狂徒也配为师？我不配，你配。你教的儿子除了砸钱耍横，韩两中家父赵山河还会点什么？萧学正，您少说两句，少说两句。我儿通个泥沟，被熏臭的高烧3日，至今未能下床。嘿，这我倒得说你，孩子咋养的？这闻点泥香味都得发高烧，但你日后人老屁股松，他不得离你远远的？哎呦，慎言啊，萧学正！圣人言，君子远旁除。你让他们做谏议，毁其人心。您这君子离彭楚远，离圣人更远。我是让他们去认祖归宗，认清楚咱们自家祖上都是从泥腿子过来的。放肆！来人，拿下！睁大狗眼给老子看清楚！皇上御赐，如朕亲临。我奉皇命管教学子，尔等想抗旨吗？好个拿着鸡毛当令箭！你说陛下圣旨是鸡毛？周司业，此子跋扈至此，强逼学子徒手挖沟，染病不起，此事绝难罢休。这就面圣，请陛下主持公道。红去，莫让子下再误人子弟，快我等自己前程。各位大人明鉴啊，这都是萧学正一人所为，下官实不知情啊！老周，快先别嗷嗷了，赶紧的，一把年纪了，眼里都没点活。我来这半天了，都不知道倒杯茶。宣文武百官觐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众卿平身，有事启奏。陛下，江北水患，数10万灾民困于堤上，急需钱粮赈济。陛下，国库实在空虚，去年江南盐税实收不足账目30%。臣奏请加征平难捐，并严催北方汉州历年积欠，以解燃眉。陛下，北地民力已竭，强催恐击民变。臣以为可许其以绢帛、牲畜折价，或以工代赋，方为稳妥。准江青所奏，加捐细则，户部去拟，为求公允，北地催征，照此办理。江北救灾，先拨内当10万两，设立州场，不容有失。陛下圣明。臣有本奏，弹劾国子监皇字堂学正萧晨，此子仗陛下之名，强令学子挖掘污秽泥沟，致多人病倒，形同酷吏，请陛下明察，罢黜其职，以正视听。臣复议，此子不除，学府不宁。臣等复议，请陛下圣裁。呈上来。碗中素，身上衣，皆是此物所孕育而生。你们弹劾萧晨，皆因他让尔等子女碰了这土。朕且问一句：是这土脏了你们的手，还是你们的眼早已看不见这土了？萧学正所为虽有唐突莽撞之处，当徒子，混账东西，连朕的小鹰都敢招惹，但其心可见，其志高远。此法虽野，意在破蒙。朕准了。陛下，萧晨之法有违师道，农桑建业，岂可无学子之手？此事理应交由司农司专理才是。臣复议。况且萧晨来历不明，市井出身，岂能教导世家子弟？陛下，
臣子归家时双手溃烂，高烧不止，此非教化，实为虐害呀！说完了，那朕问一句：萧晨来之前，皇字酒堂年年垫底，夫子如走马灯般更替时，尔等何在？那时可有一人为这些世家子弟的前程上过半道奏章？陛下，昔日放任故是臣等失察，然矫枉过正亦非良策，可令萧晨与司农寺共理此事，方为中庸之道。首府要中庸，那朕问你，若你的孙儿明日上阵杀敌，你是要他先在营中练到中庸，还是直接去边关见血？微臣惶恐，只是萧学正此人言行举止异于常人，德才恐有缺失。国子监学子乃国本栋梁，长此以往，学子定有缺失，还望陛下三思啊！陛下三思啊！好，好，好，既然只认才学，朕便让你们认个清楚。来人啊！拟旨1月后，国子监设类，凡疑萧晨无才无德，不配为师者，不论品阶，皆可上台，与他当庭辩个明白。但在那之前，他所行之事极为国策，抗旨者严惩。父皇，儿臣还是觉得不妥。萧学正行事激进，恐怕又生变故。不过急，破不了顽症。我儿聪慧，可惜是女儿身，终究是要嫁人的。儿臣不嫁，儿臣就要留在父皇身边。当公主，当监学。好，好，好，不嫁。那你去替朕办件事，你以监学身份去西城看着萧晨，若他行事真有不妥，你从旁看着，也好及时管束。是，儿臣定不负所托。混账小子，可别怪朕不讲江湖规矩。反正这红线和轿子，朕都给你搭好了，能走到哪一步，可全都看你自己了。即日起，皇字酒堂学子与西城流民子弟互换身份，同吃同住7日，严禁私相授受。违者以欺君论处，钦此。7天，跟那些泥腿子住爹呀！你真要逼死我吗？千年荒谬！都听见了吧？皇命难违。现在扒了绸缎，换上麻衣，大禹朝便行祭第1祭。现在开始。老头子，给老子弄吃的来！混账！家父赵山河，当朝兵部尚书，你敢拿猪食糊弄本少爷？家里就剩这些口粮了，都是俺儿子小石头走之前攒的。你要想吃好的，自己掏钱买。老子要是有钱，还用得着你废话吗？家父赵山河，你且先借钱给本公子，7日之后，本公子双倍不10倍奉还。看什么看？洗衣、做饭、看孩子，我闺女在家也这么干。我一个人哪做得来啊？我还得带这个孩子，他呢？他有手有脚的，连个孩子都不帮忙带。皇上圣旨不是说了吗？对自家孩子怎样，便对你们就怎样。我家那个赔钱货，自打懂事起，天没亮就会给家里干活了。这是……哎呦，那是叶天子发的西域花种子，是有毒的哟。叶天子发此物何用？说是荒年能顶饿，可有娃饿极了，真挖了吃去，当晚就上吐下泻，差点都没缓过来了。明早同我去西城织造坊上工，今晚先练练手，传针、理麻，穿不顺理不清，明天就别想摸织布机。绣花针，女人的活，这是在羞辱狼族勇士。主上，平安钱已收齐7成，余下的皆是些无依老弱，那些没交平安钱，一切照旧。但今晚动静弄大些，尤其那几家新客，得让他们知道这地方是谁做主。那家有花的，安静着。是。夜路黑肉天子亮，不尽相守。主上，天冷了，披件衣服吧。明天才是好戏开场。萧晨，你到底想做什么？夜路黑有天子亮，不尽相诱火难忘。看来这群地痞也醒了，
这户人家就只有个榨不出羊水的瞎眼老妪。婉儿啊，快把这平安钱给叶天子送去！叶天子，狂妄！一个地痞竟敢妄称天子！你这瓜娃子，莫要胡说！婆婆，他们就是一群欺压百姓的地痞流氓，你何须纵容他们的恶行？你不懂，皇宫里那位天子不管咱们这群人的死活，在叶天子眼里有咱们啊，他才是天老爷的儿子啊！夜路黑有天子天子脚下，公然勒索，他们这般明目张胆持械抢劫，就不怕官府捉拿吗？官府除了催命交粮、抓人徭役，哪还会管咱们的死活？可大禹律法明文规定，庇护百姓是他们的职责啊！哟，这念过书的千金小姐就是不一样，还官府职责呢！你去衙门口击个鼓试试，看官老爷是去抓抢钱的恶狗，还是先打死咱们这些泥腿子？不可能！只要击鼓鸣冤，京兆尹定会出面主持公道。公道？呸！凉州大旱3年，地里连根草都刨不出来，官府不免税便算了，还一年比一年高，交不上钱粮的便拿人去服徭役。朝廷早有明诏，北方灾州赋税减免3年，赈灾官银也早已下拨，何来加征税赋一说？赈灾官银，我家男人带头去衙门求赈灾粮，粮没见着，换回来30牛皮鞭子。要不是命硬，早就死在乱葬岗了。怎么会这样？我爷爷明明说过，陛下仁德，赈灾银两早已下发，怎么会？此事定然有错。大嫂，孩子尚幼，大哥卧病在床，若还要任由地痞搜刮，迟早也没活路。跟我去告官，京城乃首善之地，跟地方定然不同。我爷爷乃当朝首辅，必定会给你们讨个说法。去！你这投了个好胎的千金大小姐，哪懂咱们这些穷苦人的难处？想要安稳度日，这挣的铜板就得掰成2半，一半给官府，一半给地头蛇，否则休想安生。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向来如此。向来如此，便对吗？哎，稀罕了，咱这烂泥坑还来了只北蛮的狼崽子，滚出去！哟，怎的，小狼崽子还敢咬人不成？误会啊，误会！见笑，这娃子刚来的，还不懂这西城的规矩，那就好好教教他。西城的这片天归谁管？是，您教训的是，愣着干嘛？还不快把乙放下赔罪！原来这以礼法治国的大禹，暗地也和我北蛮部族无异，哪怕是可汗之下，部族间也另有一套吃人的规矩。老头，你傻了不成？财不露白，懂不懂？那种地痞流氓可都是贪得无厌的主，你真要给了他们钱，他们可就彻底赖上你了。平安钱，保平安。你这老头，你要真给他们钱，还不如借给我用。加副兵部尚书赵山河保你平安。没你这老瘸子的事儿，安心待着。承叶天子的福，这都是俺应该给的。这老头疯了吗？家里连饭都吃不起，竟还主动给这些地痞送钱，莫碍老子们的事儿。这些地痞，这送上门的钱还不收？新来的，招子放亮点，在这片地界喘气，就得懂叶天子的规矩，利索点，交平安钱。大爷饶命，给我们给。住手！天子脚下，尔等宵小竟敢公然持刀劫掘黎民，给本宫通通拿下！放肆狂徒，还不束手就擒！稀罕了，当出头鸟是吧？尔等宵小，简直目无王法！天子脚下，竟敢当街勒索百姓钱财行恶，本宫今日便要将尔等捉拿收押！跪下，弃刀受缚！你是说捉拿送官府？这位贵人是想当出头鸟是吧？我看你是活腻了。怎么了，婆婆？这深更半夜的，您拿刀要去干什么？婉儿，你且在屋里待着，俺去便回。外面有人要害了咱这烂泥巷的规矩。规矩？那什么叶天子不过就是鱼肉百姓的地痞，你们本就备受欺压，为何还要豁出命去护着他？鱼肉百姓的地痞，婉儿啊，俺心里亮堂着呢。俺只晓得大荒年官府连口粥都不施，是叶天子给咱们这些人大锅施粥，给活路。谁要敢砸了这口锅，俺老太婆跟他拼命！狂妄，全部拿下！殿下，这些人手里拿着的，皆是些寻常农具。这群人，难道皆是百姓？哼，那糟老头子还真敢下手，竟把这位金枝玉叶的永乐公主送来当监工了，有意思。既然如此，你这么有诚意，同为天子，我也该得有所表示了。这些人
显然皆是在此生活的百姓，但他们为何要为虎作伥？你们这帮子新来的，招子放亮点！不管你是谁，在这儿是龙就得盘着，是虎就得卧着，都给老子记好了！西城的这片天叫叶天子。放肆！你们如此行径，眼里可还有王法？在这儿，叶天子的规矩便是王法。废话少说，要么交平安钱保平安，要么滚出西城。公主，这群刁民人多势众，不可力敌，我等开路，忽悠殿下出去。诸位，这些地痞目无王法，在此欺压尔等，尔等何以甘愿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胡说！那还不都是你们这群人逼的？朝廷连年加征税赋，大荒年连口活命的米汤都没得喝。要不是叶天子，老子早就饿死在街头了。叶天子给我们吃饱饭，填俺们家活路。谁要敢坏了叶天子的规矩，砸了这里的锅，老子跟他拼命！对，谁敢砸锅，就拼命！刁民，一群刁民！这群地痞究竟是用了何等手段诓骗蛊惑，才会让这些百姓甘心舍命拥护？贵人，别看你有几个好手护着，但要多管闲事，坏了这里规矩，我包你出不去这条巷子。我们这帮街坊邻居可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求活路的。你要让他们干活种地，兴许会偷懒磨叽，但要让他们保住饭碗、拿刀玩命，绝对没一个怂的。今天要是拿不出钱来，就别想住在这烂泥巷。行，我帮他们交钱，这些足够了吧？关你娘的屁事儿！一户一份平安钱，这是规矩。他们的平安钱，他们得自己交。至于你们，拿耗子带着你的臭钱哪凉快滚哪去！少在这碍老子们的眼！你暴徒，一群暴徒！殿下息怒，对方人多势众，有恐刀剑无眼，眼下还是先回宫，再从长计议。好，我们走，回宫。本宫回去便奏请父皇，调度3000大内禁军，誓要踏平西城，将那个贼首叶天资揪出来斩首示众。启禀陛下，萧臣底细已查清，这为泽州盐商萧家次子，家族曾富甲一方，因盐铁禁令日渐式微，萧家倾尽家财供他科考，盼他入仕，光耀门楣。此子自幼文武双全，善击剑骑射，诗文冠绝泽州，但心高气傲，不肯依附世家，屡试不第。此子5年前最后一次科考，再次落案，无颜回家，在青楼大醉后同府，被人救起，醒后作诗一首，返回泽州。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好重的杀气！萧晨此后性情大变，闭门3月不出。萧家随即变买家产，低价抛售大量经验，广招门客，举族撤离泽州，不知所踪。经探子所报，江湖最大私盐帮派百家盐帮，正是泽州萧家所创。而各地皈依叶天子号令的势力所需经费，大部分均来自百家盐帮。属下断定，叶天子就是萧晨。好一个文武双全！他本有一腔报效金銮殿的热血，是这满朝贪墨的硕鼠，生生逼反了朕的忠臣。陛下，老奴去传太医。闭嘴！取金丹。父皇，您的脸色……老毛病。你放着国子监的差事不办，回宫作甚？儿臣请兵。西城有狂徒自封叶天子，私设堂口，强收赋税。天子脚下绝不容贼子猖狂，请父皇即刻下旨清剿。不准！为何？此等反贼若不早除，必成大患。朕且问你，烂泥巷里可闻百姓哭声？没有。烂泥巷里可见饿死、冻死之人？也无。既如此，您心向他，理所应当。可他们目无王法，竟一切……你以为安置于西城的10万流民是靠什么存活的？朝廷国库早空了，没人愿意拿粮食填这帮泥腿子的无底洞。是那个叶天子用银子替朕塞住了这10万张要命的嘴。朕若真剿他，明早这10万流民就会变成暴民，生吞了皇宫。你去填这个窟窿吗？那便下旨招安，让他为朝廷效力。招安？朕可出不起价。那小子盯上的是朕屁股底下的这把椅子，天塌下来自有朕顶着。你身为监学，自当以国子监课业为重。回去吧，7日之期未到，不许回宫。儿臣遵旨。萧晨好一个叶天子！江山雾笼烟雨遥，
10年一剑斩皇朝，我等拜见叶天子。小爷一刻也待不下去了，这鬼地方就不是人待的。我爹是兵部尚书，你一个国子监的学政也敢拦我？小臣再不滚开，我砸碎你的骨头！行啊，跨出这道门槛，公然抗旨者，当如何？斩！殿下，公主殿下，救命啊！小臣滥用私刑，逼我们与泥腿子同吃同住，这里又脏又破，夜里还有地痞横行，我想回家，我要回家！出剑去开恩，让我等回家！都住口！圣旨明言，国子监变形计一案同为国策，尔等作为国子监皇字堂学子，理当专心完成课业为上。这活受罪的事儿算什么课业啊？真要待满7天，我不死也得脱层皮了。禀公主殿下，此举确有不妥。若真为了我等学业，我等应该在学堂看书习学才是，而非在此地耗费大好时光。殿下，此地民情有约，还请为他们主持公道。够了，本宫作为国子监监学，这7日内皆会陪伴你们，你们的所言所行，本宫皆会看在眼里。若真有不妥之处，我自会奏请父皇定夺。但变形计7日之期未满前，谁若擅自离开，皆以抗旨论处。这什么猪食，狗都不吃。连生个火都不会，还傻愣着干啥？去挑水洗衣服去！发脾气有啥用？能管饱吗？乖，别哭了。这2天倒让我有些怀念以前在老家的日子了。等熬过这一关，我必定要联名上奏，把这市井狂徒乱棍打出国子监。老子迟早会活劈了他！行了行了，你们有吃的没？我都快饿死了。你呀你，我们都困于此地，还是尽量入乡随俗吧。入不了一点儿，我现在才知道小孩子能这么烦人。再这么干耗下去，小爷就要成大禹朝第一个活活饿死的兵部尚书嫡子了。熬几天就解脱了。身无分文，穷才是受苦的原罪啊！只要有钱，啥都好说。没用，我早就试过了，没人收。这也不行，找人借钱也不行。难道要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非也非也。莫要以你那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里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泥腿子，本君子已有一个小计计。走过路过别错过，京城鼎旺赌房同款玩法，烂泥巷斗鸡大赛，1文钱起头，搏一搏，铜钱变金元宝了喂！就这2只鸡仔，煲汤都榨不出油水的。就这还开盘口？他们连虫子都不会吃吧？傻子才会下注。是哪个奸杀的，把老娘的鸡仔给抱走了？完了，快还回去！斗鸡玩不了，字画总认吧。国子监第一才女真迹，千金难求，今儿10文钱一幅，贱卖了。未曾想我的墨宝有朝一日竟只值10文钱一幅。唉，毕竟是在此地，纵是宝珠也会蒙尘。真不愧是京城第一深情，很有生活了。这位大姐真有眼光，可是相中了这幅墨宝。这纸厚实不？极品宣纸，自然厚实，厚实就行。这张纸给我撕成2半，回去糊窗户，家里漏风，夜里冻得很。才2文？这张纸给我撕成2半，回去糊窗户，家里漏风，夜里冻得很。才2文？等等，你是来买纸的？那不然呢？这多好的大白纸啊，网上瞎画啥呢？真是白糟蹋。2文钱，你卖不卖？卖！哎，当然卖！我现在就给你撕。赵景睿，你敢！文的不行，来武的。呼延兄，上绝活！北蛮勇士，胸口碎大石！各位爷，卖苦力不易，赏1文半分。有一身蛮力不去挖泥扛搬，搁这砸石头碗，一群神经病！怎么我觉得好像也确实是这么一回事。真香啊！都怪你不让我管教他，任由着他四处胡闹。瑞儿本就聪慧机敏，若是稍加管教点拨，何至于会在那皇字堂中受那萧晨的搓磨？我可怜的孩子啊！妇人之见，你以为我就甘心自己儿子是个草包？老爷，
我赵家承孟祖荫庇佑，备受圣上器重。如今我虽身为兵部尚书，手握大权，但这都是当朝圣上所赐的，一荣俱荣，一损皆损。若皇上遭遇不测，或后继者非圣上一脉，老爷莫不是在杞人忧天？今年年宴所见，陛下明明龙体康健啊！愚钝，那都是靠仙丹强撑着。皇上的身体可能快撑不住了，加上这些年皇上所立的储君接连遇害，而其他皇子要么年纪尚幼，要么痴傻残病。若我猜得不错，恐怕老爷，你是说……若景睿是个人才，我赵家必定被新君视为眼中钉，满门抄斩。只有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傻子，新君才懒得脏了手杀他。我不求他日后如何，只希望我赵家血脉能延续。臭要饭的，快坐！扫快点！穿上绫罗绸缎，你也是个臭要饭的，敢偷懒儿，老子扒了你的皮！来人，把这不开眼的狗东西拖出去，乱棍打死！老爷，为了个烂泥像的泥腿子，不至于啊！愚蠢！这变形计是皇上下的圣旨，皇上让咱们把他当少爷养，你纵容下人折辱他，是想让满朝文武弹劾我赵山河抗旨不村吗？从今天起，他就是赵家的二少爷，谁敢轻慢于他，老子先要了他的命！萧晨，这就是你要的变形计。赵景睿饿得想偷鸡，苏寒冻得连笔都握不住，饱受搓磨。你这到底算什么教业？公主殿下，不知你可曾听过“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歪理邪说！你这般行径，除了搓磨学子心智，又何来其他所学所悟？圣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这烂泥巷里，肚子的叫声可比圣贤语响亮。他们连那些大字不识的百姓们通晓的道理都不懂，又该如何参悟圣人言？强词夺理！不信，那咱们打个赌，就赌这7日。这7日变形计后，我保管让这帮小子们脱胎换骨。皇字堂这数年来大儒教习无数，满朝文武皆无一人敢打包票。你就凭这7天搓磨，就妄想让这些纨绔学子改头换面？他们不行，不代表我不行。若是不成，我敢以项上人头担保。公主殿下届时便摘去当夜壶。呸！登徒子，以命作保，好大的口气！若你要赢了呢？我简单，我只需要公主殿下无条件答应我一个要求。好，赌就赌。本宫倒要看看7日后你又该如何让皇字堂的这群纨绔学子有所长进。这赵景睿乃是兵部尚书之子，竟也有这番作态。他们这是在作何？往熬好的红糖上淋黄泥，这不是暴殄天物吗？我去，黄泥吸黑水，变白了，老头，这真变白了！甜的，真是甜的！老头是白糖，我们要挣大钱了！这可是叶天福所教的淋泥制糖法，怎会无用？今晚能吃顿肉了吧？这才哪儿到哪儿，就这点白糖都不够塞牙缝呢。吃了肉，明天饿肚子，真抠门。我就是馋了嘛。哎呀，糊涂啊！我俩这么整，大半天功夫才出这点糖，这么挣钱的买卖得喊人一起干啊！你等着我去喊人啊！淋泥制糖法。你看你身子还没好，就弄这什么香皂，人家敢说你也敢信？那什么叶天子也不是啥好人，你还非跟着干这些活计，还非拉着芷若姑娘陪你闹腾。哟，大姐，没事的，是我要帮大哥的。这个叫香皂的东西，我在牛婶婶那边试过，确实比一子好用。要是真能制成，一块可能卖10几文钱呢。而且无论是大哥买药，还是腰儿长身子，不都需要钱吗？对啊，媳妇儿，芷若姑娘都打听过了，这活使不了力气，我也能干，我也不想天天躺床，不是？我说你了吗？我是让你别累着人家大小姐，你看你还让她忙这忙那的，去把小宝看好了，别在这添乱。
婆婆，这烂泥巷虽苦，但路无恶瓢，竟比京城主街还要鲜活。因为有叶天子在，婉儿多吃点儿。叶天子教种的这个西域花，不挑地不挑水，还管饱好吃。听说1亩地能长出3000斤呢。多少？亩产3000斤？多少？亩产3000斤？未曾想，原来这治大事之道不在书里，而是在这地里。亩产3000斤的神物，叶天死，又是叶天死。我北蛮族人皆不善耕种，只会放牧。大雪一来，就得祈求长生天保佑。若我族人能有这织机，这个叫织机的神物，一台简直堪比10余个织娘。就连呼延彻这等粗莽的北蛮人，也可轻易上手。叶天子，我等耗费巨资盘下京城周边荒地，本是因你所言要建造砖窑厂，你现在让我们全去种地。如今天下良田皆在5姓7望之手，他们垄断天下米粮大权数百年，莫说我等耕地不足，纵使耕地充足，种地又何以去跟他们拼粮产？你这是让我们拿钱打水漂。就看着5姓7望吃肉，我们连汤都不敢喝。朋友们，我替你们平了地方的乱子，给你们在夹缝里赚钱的活路。但你们现在的态度，让我这个朋友很失望。作为朋友，我们就应该互帮互助。你们觉得呢？规矩我重定，不用去跟门阀抢几田。但从今天起，京城周边所有的荒地沙田全部开荒，改种土豆。但从今天起，京城周边所有的荒地沙田全部开荒，改种土豆。种那个叫做土豆的西域花，能斗得过5姓7望的粮仓？水稻1年1熟，但这土豆可不挑地，3个月管饱，沙田照样亩产上千斤。朝廷出不起10万流民的粮，我出。你们出地，我用百家盐帮的利润按市价斗底全收。流民吃咱们的粮，拿咱们的钱，这西城就是咱们在京城的根基。只需假以时日，5姓7望又有何惧？这叫杀地抢种，掀翻7望。谁赞成？谁反对？老伯，这泥坑里的真本事我学到了，作坊您盯着，等我回家拿钱，定要让跟咱干的个个吃香喝辣。你要听好了，咱们女人不能软绵绵的，会挨欺负。你得凶起来，别人才怕你，你才能顾得住家。婆婆给的活路，苏寒定替天下寒门淌出来。婆婆给的活路，苏寒定替天下寒门淌出来。哦，李管事，你也太记仇了！这块布可是我第一个成品。登徒子，你要作甚？公主殿下，可还记得咱俩赌约？来来来，愿赌服输哦！现在我要你当着全班的面儿亲自相付一口。登徒子，你我赌约胜负如何，自当由我父皇定夺。玩不起就直说呗。你莫要胡诌，本宫现有急事进宫，告辞。宇文红烈，我已入局落子，接下来该换你了。儿臣宇文英
携动摇国本之祥瑞，10万火急，求见父皇。儿臣宇文英携动摇国本之祥瑞10万火急，求见父皇。陛下是永乐公主。轩，可是陛下，他也该知道了，让他进来。父皇，您的身体怎会恶化至此？太医呢？林大办为何还不传太医前来诊治？够了！你是想让外面的人都知道朕快死了吗？去，将国师炼制的金丹取来。金丹造烈伤身，以父皇您的身体。喂，大业未成，朕不会死，也不能死。世家把持科举朝政，边关异动频起，天下灾祸不断。哪怕是父皇龙体快欠至此，对外也不敢有半点示弱。可惜女子不得干政，我能做的也只有守好国子监监学的身份，尽力为大禹选用可用之才。火急火燎的，所谓何事？父皇，此为儿臣于西城所获，可为大禹兴盛的祥瑞。哦，父皇，此为儿臣于西城所获，可为大禹兴盛的祥瑞。哦。黄泥绿糖可将粗劣黑糖炼作价比黄金的雪白双糖，草木灰制造，洁净胜过宫中一字，价廉好用，可惠及万民。非缩织不羁，一击可比10数名之娘，能让大禹的产量翻10倍。父皇，此乃土豆，沙地薄田皆可种，3月一熟，木产3000斤，可解天下粮荒。此物当为大禹镇国祥瑞。好小子，这可真是一枚足以颠覆天下棋局的绝杀子啊！父皇，既有此神物，儿臣恳请父皇立刻下旨，将土豆推广天下种植，一来造福万千饥民，二来将打破世家万族对粮食的垄断，大禹中兴指日可待。不可！为何？父皇，天下百姓正饿着肚子，有此神物，为何不即刻推行天下？推广天下，婴儿，你把这朝堂想得太简单了。你以为圣旨一发，这土豆便能进百姓的锅里？朕告诉你，朕今日发诏书推广土豆，世家望族明日便会放出私兵，侵占沙田荒地。纵使是能亩产3000斤造福百姓的济世良种，他们也会卖出天价，大肆敛财。父皇，难道就看着此济世神物蒙尘吗？天下每天都在饿死人啊！若是朝廷派兵护耕，早日开耕播种，也能早日造福天真。此举无异于要和世家望族直接开战，届时天下大乱，哪还顾得上农耕之事？可是，行了，此事牵扯国本，朕自有安排，无需在意。是。献宝之事暂且作罢，朕且问你，那萧晨推举的变形计课业7日之期已满，此课业如何？回父皇4个字：脱胎换骨。哦，昔日纨绔懂商贾，清高闺秀通工巧，纸上儒生知农桑。好战蛮夷小耕织，儿臣虽不甘心，但不得不认。借萧学正所言，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师。既如此，那萧晨这个人，你看如何？狂妄、粗鲁、登徒子，市井无赖。但萧晨这个人，确实是个能办实事的能臣。朕听说你跟这位能臣私下打赌了？是有此事。那依你之前所言，这7日之约，胜负当如何？是儿臣输了。好，既如此，当愿赌服输，不可堕了我皇家颜面。但萧晨那人行事放浪，恐怕他会趁机。父皇，儿臣知道分寸，儿臣告退。叶天子萧晨，你这双簧唱得好啊！就连朕的女儿都成了你过河的马前卒。你可知，让朕将这枚棋子落下，天下会死很多人。哎呦，我的瑞儿啊，这都是造了多少罪呀！都怪那个新来的夫子。娘，别提了，天天滚泥水，又冷又饿。要不是我聪明，早就饿死了。哼，顶替你的那个叫什么石头的泥腿子，又脏又臭又没规矩。他碰过的东西，我都全丢了换新的。顶替我的那个可是叫李小石，小石头，好像是叫这名吧？那泥腿子又脏又臭，要不是你爹……娘，他有名字，他叫小石头，不叫泥腿子。哎呀，知道，要不是你爹说皇命有令不得苛待，我都想让那个泥腿子……我说他不叫泥腿子，他有名字，他叫李小神。景睿，对不起爹娘，我失态了。瑞儿，你是怎么了？是不是在那个泥腿子的家里被苛待了？你放心，娘帮你出气。你别忘了，你爹可是兵部尚书，他一个泥腿子竟敢苛待。娘不是，求你别说了，也不要再说什么泥腿子了，我现在不想听别人喊这3字。
孩子他爹，你看瑞儿，这肯定是受欺负了。我看那帮泥腿子真是吃了熊心。娘，我没受欺负，那个姓林的瘸腿老头也对我很好，比对他亲儿子还要好。我刚开始还觉得他抠门小气，后来他每天都会先把吃的给我，就怕我饿肚子。可我还摔东西浪费粮食。娘，你说他是不是傻呀？可是我还……我的这个犬子终究是要成才了，可这对我赵家而言，可算不得是件好事啊。祖父，北方近年来多地大旱，皇上体恤民情，特下诏免去灾州赋税，拨发赈灾粮款，可有此事？确实如此。可孙女这几日在烂泥巷见到了诸多逃荒落户在西城烂泥巷的北方流民，依他们所言，事实并非如此。祖父，你可知道，那北方多地的衙门不仅没减赋税，还另生名头加征暴利。朝廷拨下去的赈灾粮款，1文钱1粒米都没分发到百姓手里，地方百姓苦不堪言，只能卖儿卖女，背井离乡寻求活路。老夫知道。你知道？祖父既知晓民情，为何不奏请皇上派御史前去杀贪官，平民怨？朝堂之事错综复杂，你一介女娃不知道其中纠葛也正常。但你身为我江家血脉，只需知晓一点。这天下真正的主人，从不是皇宫里高坐95之位的那位陛下，而是……哟，这不是咱们的流民四杰吗？赵公子，西城的泔水桶香不香啊？怎么身上还有股牛粪味儿？江大才女，下月的诗词茶花宴还去吗？江大才女哪得闲空？她还得去帮村妇洗衣做饭带孩子，十指尽沾阳春水呢。泔水香不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没有那帮泥腿子，你们这群废物碗里连一粒白米都见不着。踏遍泥途知是味，困守云窗悟平生。笑话！你们黄字堂就是一群自降身份和泥腿子厮混的垃圾，我等休与你们为伍。黄字堂滚出国子院！黄字堂滚出国子院！看吧，连你们这个市井游浪的夫子，连个屁都不敢放。黄字堂就该趁早离开国子监。夫子，他们登门羞辱你不管？你们是市井泼妇吗？都忘了本夫子怎么教你们的？《论语》有圣人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当和解。有人不知道我的大名，我还没发怒，这已经很君子了啊！子曰：有教无类，又当和解。我教你做人的时候，不会管你是谁。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当和解。跟讲不明白的家伙动拳头，别他妈废话，下手麻利点儿，快上课了。是，夫子。夫子说的对，老子早看这帮碎嘴子不顺眼了。子曰：用砖乎？照脸乎？使劲儿乎？如此行径，有辱斯文。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黄字堂学政消沉，推行变形计课业，成效卓著，振兴甚伟。即日起，国子监全建效仿，凡国子监学子，皆需分批下放西城烂泥巷历练，记住学分，违者严惩不贷。钦此。啊！我们也要去挑大粪、啃黑窝头、挖烂泥，还记出学分？这分明是黄字堂在公报私仇！好！诸位同窗，到了西城烂泥巷报小爷的名号，包你黑窝头管饱，不用谢。老林啊，就这些啊？那糟老头，陛下就没单独赏我点真金白银？哎呦，我的活祖宗哎！您慎言，圣旨就这些，半点赏赐都没提。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这糟老头子肯定又在背后憋什么坏事，拿我当枪使呢。萧大人，陛下有口谕，陛下说您和公主的那个赌约是您赢了。赌约？什么赌约？
不愧是当皇帝的，可真有魄力。这是把亲女儿抵给我了啊！哟，这不是公主殿下吗？怎么见了本学长跟见了债主似的？萧学正，光天化日，成何体统？本宫上有药物缠身，你让开！殿下是真有药物缠身，还是故意在躲着我？胡说！本宫躲你作甚？让开！本宫身为国子监监学，自然本就事务繁忙。瞧一瞧，看一看了喂！永乐公主肆意玩弄良家父子感情。呸！登徒子，你在瞎叫喊什么？休要胡言！你要再敢乱嚼舌根，本宫就拔了你的舌头！你休要胡闹！7日之约，可是本学正赢了。堂堂公主，是想赖账不成？你放肆！那我就只能喊人来。闭嘴！登徒子！萧晨，你身为皇字堂学正，也别太散漫了。父皇此前赐你学正之职，但朝堂百官皆上奏说你一介布衣，身无功名，才不配位。父皇特为你设下御前擂台。无所谓，本夫子文武双全。你还真是狂妄！此番御前擂台已下诏天下，届时可能天下大儒武学宗师皆会与你同台对垒，绝不可小觑。哼，大儒宗师都是些被世家望族吹捧推举出的狗腿子花魁罢了。世间的真大儒宗师也不会来趟这趟浑水。你倒是看得清，确实如此，但也不可小觑了。另外，国子监多位夫子告老请辞，其他夫子联名上奏称师资不足，择优培育栋梁之才。此事虽还在商议，但是，总之，本次国子监大考将会采用末位淘汰制，学堂名次与学子个人成绩的综合排名，位居国子监倒数50名者，全部逐出国子监，永不录用。3周后，你的御前擂台将与国子监大考同日进行，他们就是要在朝堂和国子监把你和皇字堂学子全踩死。这大考都考些什么玩意儿？你身为学正，问我国子监大考科目，那咋了？3科6艺，分别是经学、策论、律法3科，礼乐射御书数6艺。学子报考可选文生、武生2种。以皇字堂学子过往成绩来看，学子要么荒废学业，要么偏科严重，如呼延彻虽无考甲上，但3科皆为丁等不及格；或如苏涵经学书数虽甲上，但其他科目又皆为丙丁成绩。单以皇字堂28名学子的帝往成绩来看，此次大考基本都会评为倒数50之列，全员退学。唉，这帮兔崽子真是野惯了。反正我本来就没打算教他们那些穷酸腐儒的知乎则也。知道你会犯难。这3周内，本宫亲自坐镇皇字堂，督促课业。殿下竟愿为我屈尊至此，萧某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殿下竟愿为我屈尊至此，萧某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呸！少自作多情，本宫是为了学子前途，为大禹国本。我懂。皇字堂多年垫底你不管，我一来你就天天跑，这绝对跟我没半点关系。父皇与武姓期望博弈多年。皇字堂皆为非世家出身的寒门与武将之后，是父皇为打破世家管控所埋下的一颗棋。殿下既然这么有胜负心，要不咱们再赌一把？还赌？赌个大的！3周后大考，皇字堂不仅没淘汰，还能拿第1。若我赢了，我的条件是……赌，就知道赌。3周之期，你且好自为之吧。我这人有个毛病，这事儿嘛，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到最好。亲爱的学子们，你们英俊潇洒的萧夫子来啦！亲爱的学子们，你们英俊潇洒的萧夫子来啦！很好，今天的见面礼很有创意。这还是人？我们都算准了风向落点，这都能被反杀？武功高到这地步，
咱们的机关算计简直是笑话。跟我斗，你们投胎800回我都嫌嫩。夫子，你别嚣张！3周后圣上设擂大考，那可是要真才实学、拼策论、拼经义的死局。你光会作诗，有一身蛮力能顶什么用？没错，考的是3科6艺，你一个市井狂徒，懂什么经学策论？是谁跟你们说我萧晨就只有这点能耐了？哼！行了，你们也在那烂泥巷里滚了7天，想来都有些感悟吧？都别憋着了，说说看。怎么，在那烂泥巷的日子让你们丢人了？那之前都是谁摁着其他学堂的学子呼啊呼的？行，都没想说的什么，那我们就上课。翻开《治国策》。夫子，别讲了，这些书没用的。曾经我坚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在烂泥巷饱读圣贤书又如何？满腹墨水能管饱吗？既如此，何不早做打算，当个商贾或农夫工匠算了？我早看明白了，我都投了个好胎，堂堂兵部尚书之子，我读不读书，遭内罪又有啥用？安心啃老享受多好。身为女子，我迟早都是要嫁人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纵使科考，女官也无缘朝政国事。正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苦读书不过自寻烦恼罢了。在草原上读书可换不来牛羊，温饱不读书也可，嫁人不读书也可，啃老不读书也可。这书读和不读又如何？就是，夫子你也是个通透人啊！早这么说不就完了？读书可太累人了。行，大家都是成年人，我也无需废话了。不读书的理由千千万，各有各的道理。但本夫子读书的理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才是真正的万世师表啊！可惜此子已为宇文洪烈所用，终究难逃一死。平安前保平安，向来如此。谁要敢砸了这口锅，俺老太婆跟他拼命！请夫子指点迷津。夫子，经此一遭，我等方知民间疾苦，方知往日荒唐。可若真想为生民立命，我等究竟该如何做？夫子，我等皆知，论及救人水火，富甲万民，那些圣贤经义辞藻歌赋根本都救不了人。经义能治心，填不饱肚子；辞藻能释面，挡不住寒雨。所以，旧学救不了世。这便是我接下来要教你们的，我将其命名为心学。旧学的四书五经教你们明哲保身，但我这心学教的是富国强兵、改天换地的真本事。从今天起，脑子里那些陈腐玩意儿全给我倒干净。看新课表。大考将至，这萧晨都在教些什么东西？横为戒，纵为带，有戒必有带，戒带必相当。拉！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就是土地与口。夫子，副食记账绝了！昨晚我拿家里米铺的旧账试水，半个时辰直接抓出俩做假账贪墨的管事。不查不知道，我祖父天天喝的昂贵补药，竟然都是劣品，明明花了更多的钱。商契上明明写了牛羊贩卖3成利，那群黑心商贾竟吃了整整7成。看来过家家都玩得不错，那本夫子就给你们安排个狠的，
监学大人，劳驾把国子监近5年的账本都搬来，给他们做个随堂测验。你要查国子监的账目？你要查国子监的账目？不敢。账本拿来了，但我劝你们别白费力气。这5年账目是国子监司业算学泰斗周崇古大人亲自审计，周老两袖清风，户部查了10几次，毫无破绽，堪称完美。夫子，查算学泰斗的账，这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在算学的数字面前，没有泰斗，只有对错。横为戒，纵为怠，给我查！查不出毛病，今天全他妈给我饿着！不对，景和14年修缮藏书阁的木料款借贷根本不平，有3000两银子凭空消失了。我这儿也对不上。景和14年薛田秋收折损的烂账是用阴阳账套出来的，足足贪了5000两。这笔笔墨纸砚的财摆也有问题，全被做平了。不可能，周大人做的账怎么会有漏洞？让开，我亲自算。拆东墙补西墙，虚设名目，移花接木。在这新学的记账法下，这些户部上下彻查10多次的账本，就像个漏风的筛子，兢兢业业，两袖清风。短短5年，他周崇古竟在父皇的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贪没了上万两白银，这只欺世盗名的硕鼠！监学大人，本夫子这授业的能力可还算称职？萧晨，黄字堂全员师生，今日为朝廷立了大功，本宫现在便入宫面圣，请旨抓人！万血万岁，父子为我！哎呦，糟践东西啊，全毁了！诸位乡亲们，新学的临沂制糖法，上等双糖，今日不卖500两银，只要500文钱1两。草木消元药皂，洁肤去污，清香怡人，他好你也好，只要20文1块。500文的白糖，20文的香料胰子，活菩萨！给我来10斤白糖，我要5块香皂。诸位乡亲看清楚了，你们谁见过卖这么便宜的白糖？这里边肯定有诈！这香皂看起来比胰子好用还便宜，但明显就是用妖法所制，定有剧毒。放你娘的狗屁！家父赵山河当朝兵部尚书，还用得着为这几个铜板谋害百姓？我祖父是当朝首辅，他用了都没事。啊！萧晨，你一个国子监的夫子，竟带着学生当街行商，与民争利，枉为读书人！大字写着呢，我这可不是行商，我这是上课，社会实践公开课，有意思？就算如此，也不可拿妖法所致的行商买卖牟利。妖法所致又咋了？你用过？说我们有毒是吧？好，我们敢公开配方，你们敢吗？哼，你们怕的不是有毒，是怕再也榨不出百姓的血汗吧？一派胡言！来人啊，给我把这摊子全砸了！夫子，动我的学生，你问过我了吗？管你们是谁，在东市做买卖都得盘着，再敢护着摊子，就连人一起砸了。既然你们听不通道理，本夫子也略通些拳脚。别，可不敢伤我，我可是太原王氏的人，老子抽你与你何干？住手！无证行商，与民争利在先，当街行凶，殴打良善在后，按大于律，给我所拿诏狱，大刑伺候。大人，我们是在上课，有例字为证，是那些恶商闹事在先。这位大人，家父赵山河可否通融一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全拿了。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萧晨等心学时务，造福万民，深得朕心。特下旨设立国子监黄字堂工坊，制堂要造良法，收回国子院，开设公开科名声讲级，推广天下。钦此。这糟老头子可真会挑时候落子，那我就把水再搅浑点吧。今日心学格物大课，不拼蛮力，只讲功效。嫂子们，拉绳！弱女子拉起800斤，这是什么妖法？放屁！那是机关术，是用巧劲儿卸了1000斤重力。此乃心学滑轮车，起重开山造船，可省10倍人力。让开！都给本官让开！萧夫子，此等神技若用于水利筑堤、搬运巨石，定能省下上万苦役。此法可愿交于我等。心学大门敞开，利国利民之术，见者有份。工部修筑运河，苦摇商民，老夫在此替天下劳苦百姓叩谢萧夫子。萧夫子，今日乃朝廷议政大典，你带着个寒门学子在此故弄玄虚，说什么有破局神物，莫不是拿了些山野杂粮来消遣陛下与满朝文武？就是，大雨粮荒乃天灾人祸的死局，岂是1-2个物件能解的？陛下，诸位大人，此乃心学农桑大课之结果，西域高产耐旱之物土豆。区草根快经，能记什么事？此物不挑地利，耐寒耐旱，极易耕种，且亩产可达3000斤。一派胡言，简直是一派胡言！荒谬！纵使良田良长的稻米，亩产也不过数百斤，更何言亩产3000斤？如此来历不明的妖物，你是想毒杀百姓，还是想谋害陛下？陛下，萧臣苏寒进献此等妖物，意图颠覆国本良道，祸国殃民，其心可诛，请力斩此2僚，以正国法。请陛下力斩2人，请陛下力斩2人。苏寒，你可得想好了，这一跪，恐怕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是，夫子。算了，谁让我是你夫子呢？给我站好了！尚书大人天天坐在庙堂之上，怕是连地都没下过吧？大旱之年，水浇进田里10之8九被蒸干漏走，但我这土豆只需切块育苗，就地于受灾荒坡沙地抢种，不挑地利，耐寒耐旱，仅需3月便可全数收获，1亩土豆之产，便可活灾民10口，不仅能速解流民饥荒之危，更可让灾民就地腾田。你管这叫祸国殃民？就算耐旱高产不挑地利，这深埋在泥里的蛮荒草根快经也定是剧毒之物，未经太医验毒的邪物，吃一口就能要了人命。对，此乃毒物，绝不可留。够了！孩子，苏轩是你何人？回陛下，正是苏寒曾祖父，曾任户部郎中一职。此物当真可食？禀陛下，苏寒愿以顶上人头作保，此物无毒可食。好，陛下，土豆生吃有毒，这个是烤好的。陛下不可！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快将这2贼拿下传太医！陛下听信贼子的谗言，误食毒物，龙体有失。软糯饱腹，吞咽不涩，好一个猛产3000斤的济世祥瑞！诸位爱卿尸位素餐，不食良种，竟险些让此等可猛产3000斤的神物蒙尘，该当何罪？微臣不识五谷，有眼无珠，臣等愚昧，请陛下恕罪。土豆耐旱高产，此物活万民，当重赏。即日起颁布祥瑞改种令，全国推广。献策者苏寒，赐同进士出身，受农政司正6品主事，专管土豆推行。萧臣教导有功，赐飞鱼袋，
仍领国子监学政兼农政司提举，总领其事。皇权封官，教臣那个没功名的布衣狮子便算了，但这苏寒，陛下撕开了这道口子，是要和5姓七望撕破脸不成？这糟老头子倒还真会选妻子，就是这傻小子成了那头老狐狸的马前卒了。臣苏寒叩谢天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不管怎么说，新学也算是在朝堂插上了第一面旗。封一个泥腿子当6品主事，这土豆一旦大面积丰收，天下粮价必崩。宇文宏烈这是在亲手挖咱们5姓七望的祖坟。若让天下寒门知道，未经科考跟着萧晨也能做官，以后这朝堂之上哪还有咱们世家的立足之地？新学必须死！人要死，火也得灭。传令各州府分家，烧田抢苗，嫁祸新学，号召天下3000大儒，即刻动身共赴京城，崭新护道，并把国子监5考学子全换成家族精锐死士。7日后的国子监不止杀人，还要诛心。传信康王，我5姓7望，愿助他登基称帝。王公圣明。这些明面上的都不足为惧，我们该忌惮的是那个在暗中搅风搅雨的叶天子。那只阴沟里的老鼠已然成了些气候。听闻萧狂徒今日要考教什么军事体训，难不成要教那帮纨绔去当冲锋陷阵的大头兵？真是丢尽了读书人的脸！皇子堂那帮软脚虾，跑2步都要磕半日，纯粹是哗众取宠。皇子堂列阵。新学瑞士，士倾四海。陛下，进退有度，令出如山，这等军纪与协同之法，若能推至全军，我大禹铁骑战力定能倍增啊！好，昔日手无缚鸡之力的顽兔，竟能练到此等强军之姿。萧晨，你这新学当真给朕铸了一支铁军雏形。陛下，强国必先强种，文弱书生护不住江山社稷。新学之体，既练筋骨，更练军魂。传朕旨意，自今日起，新学体训之法正式列入全国官学典制。天下文武学府皆需加设此课。萧晨，你文能祥瑞复国，武能强体助军，朕越发期待3日后的国子院擂台上，你和你这些新学学子们还能为朕带来何等惊喜！对，动作再开一点，把干活的那股劲儿全抖落出来。这可是咱们新学登上御前擂台的新礼乐。康王，宇文宏烈喜得祥瑞国种，推举新学，百姓拥戴。你若再不起事，纵有我等相助，恐怕也难成大业啊！混账！那可是我亲哥哥。哼！既如此，恕老祖叨扰了。且慢，我的意思是，你们5姓7望得加钱。好，本王已联络外藩兵马与朝中死忠，明日御前大垒，你们世家出面在文理上将其定为异端邪说。若文斗有变，本王已在擂台周遭布下死士。新学门生与那狂徒，一个也休想活着走下金阶。烧了！把这些妖苗全给老子烧了！在这地界，老子就是王法！叶天子办事，阻截祥瑞耕种政令者，杀无赦。运粮车队继续进京。主上，地方豪强已尽数清除，土豆圣令全线畅通，京中康王与世家死士已全数落位。风已起，舞台搭好了，通知下去，咱们新学门生该登台了。明日便劳烦二老崭新护道了。一介贱姓奴仆又有何惧？我世家孺子门生无数，通读经典。我此番带了3000儒士入京，定将那新学脊梁骨戳断。论道之争，老朽自当会尽力。一介市井泼皮，带着几个纨绔废柴，也敢登太极御阶？世家门阀百年文运，吐口唾沫都能淹死这无知狂徒。今日这大擂台，便是他们的葬身之地。景睿，这阵仗，怕是天下有名的大儒都来了吧？夫子他真的顶得住吗？顶不住也得顶。我爹今晚说了，世家这次是有备而来，夫子若是败了，咱们全要被当成邪说教派示众。
萧夫子，听闻你在新学教些耕织算术等末流剑技，今日御前大雷，首战便比拼国学正统对联，且看你这市井粗口接得住本才子几分文气。哼，正才子对联之术冠绝天下，萧臣今日必原形毕露。废话真多，搞快点儿，夫子我赶着回去吃午饭。狂妄！听好第一联：稻粱菽麦黍细，这些杂种怎配登大雅之堂？诗书礼义春秋，许多经典全教了衣冠禽兽。对得好，衣冠禽兽。门前客进恭侯伯，出入皆权贵。阶下虎埋农工兵，气血尽苍生。好一个气血尽苍生！我看你这脸如何破？听好，烟锁池塘柳。五行偏旁不守连，金木水火土全占，这是尘封100年的千古死局。炮震海城楼。火金水土木五行对五行秒对，哈，竟然秒对了千古绝对！对联之道，我技不如人，但对联不过是小道极致，我不服！萧晨，你若当真有文坛正统底蕴，敢不敢与我比拼正统文学之冠诗词？萧晨，对联算你狠，但论及诗词正宗，我郑方彦3岁吟诗，7岁赋词，正是100年文韵尽在老朽胸中。且听好了：玉树生平阶，风华动经络，傲骨凌霜雪，文心耀太清。好事，好一个文心耀太清，辞藻华丽，风骨绝佳。萧狂徒，吓傻了吧？这等阳春白雪，你一个市井混混，怕是连听都听不懂。他懂个屁的诗词！赶紧滚下擂台，磕头认输吧，少在这丢人现眼。就是，赶紧滚下来吧，不知死活的东西！萧晨，此乃我世家底蕴。你那烂泥巷里教出的一帮粗卑，可能做出半句企及此等高度的诗文。你若做不出，便立刻带着你的心学邪道滚出金銮大殿。对联靠的是极致，可诗词拼的是100年底蕴啊！他一个布衣，怎么敢硬接这死局？念完了？你说什么？辞藻堆砌，无病呻吟，连给老子下酒都不配。既然你非要找死，那我便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千古风流。他疯了，那可是郑家苦心孤诣的绝笔啊！夫子威武！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新学的风流！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新学的风流！好一个千古风流！小陈，朕今天就坐在这儿，听听你能吐出什么锦绣文章。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大江东去，浪淘尽。头望明月，低头思南翔路南，穿金甲，夺其路皆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天生我材必有用。这等气魄，我竟连1/1000都企及不到。气吞山河，简直是仙人握笔呀！这登徒子竟有如此诗才！好，朕果然没看错人。圣上明鉴，天下8成藏书学识，尽归我5姓期望。他萧晨一个布衣草根，平日里连识字都难，何谈作诗？如此堪比千古绝唱的诗词，绝不是他写的。卢大人所言极是，一介泼皮写出仙人绝句，荒谬至极。对，险些被你瞒天过海。你此前毫无诗名，此诗定是你偷来的。你们说的对，这首诗确实不是我写的。陛下，他招了！此贼欺世盗名，当立斩！我欺世盗名，可笑！你们世家子弟平日里扎堆凑对，把旁人的残句偷来拼凑，为己所用，便说是自己原创，一个个自诩文坛大家，你们这等欺世盗名之辈做的，
我为何做不得？你胡说！老子的著作皆是灌注心力所著，何来抄袭？你没有证据，休要在这里信口雌黄、血口喷人！哦，那请你自证。我郑方彦坦荡磊落，何须自证？巧了，我也是个坦荡磊落的读书人。既然你不用自证，那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抄袭非原创，你们的证据又在哪儿呢？强词夺理，萧晨，你若真有此等绝世诗才，不妨在陛下面前再作一首，以堵天下悠悠众口。再做一首，那你们站稳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大鹏一日同风起，我郑方彦自愧不如。夫子为武，心血为武。是当世打竹之手，国子监技巧，崔老夫子啊！萧夫子文才通神，老朽佩服。但诗词必究只是才华墨迹。今日老朽出面，不与夫子斗文才，只与夫子论大道。老朽要在这金銮殿上与心学发起终极礼战。萧夫子，圣人云：存天理，灭人欲。我儒门以纲常礼教教化天下，方有四海承平。你心学纵容学子沉溺农工墨役与商贾算术，乱了上下尊卑，诱发黎民贪利之心，岂非背离天理，坏了世道人心？心学乱臣贼子，乱我朝纲道统。哼！崔老，何为天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你儒门的天理。咦，萧某眼中的天理，不是牌坊上的吃人教条，天理是万物运转之理，它存于粟麦抽穗，存于机遇穿梭，存于铁水凝钢，不通万物之理，凭什么教化天下？黄字堂成正。心学格物以致之，通农桑之理，方得亩产3000斤。此物可活大禹万千饥民，此乃人道之极。心学造物以利民，明公谢之理，布帛产出10倍。寒门再无冻死之谷，此乃为民之急。心学算术以清源，懂数理之妙，贪墨无处遁形，此乃治国之急。萧某的心学，就是要用这格物致知的火种，替天下生民立命。崔老，面对这能救苍生性命的食物，你的天理驳得倒吗？格物致知，富民强国，老朽的道统输了。老朽心服口服。陛下，文斗礼斗虽败，但圣人设教，兼修君子6艺。臣请奏家事终极武斗大考君子6艺，定要分个生死胜负。准奏，3日后皇家大教场终战决胜。主上，各方死尸异动，杀局已成。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是新时代的君子6艺。